好，摩洛哥不给我们签证，乌干达也要欺负我们，说台湾有人去哦，飞机去哦，护照被扣，原机遣返，这太可恶了，已经飞很久要到非洲去，原机遣返，哦，乌干达在肯亚旁边，肯亚哦旁边叫乌干达，被誉为非洲明珠哎，哦，所以呢，现在8月初连接发生2起我国护照被扣留，被原机遣返，所以呢，这个原来9月的行程呢，现在延到明年哦4、5月再看看到底怎么样，不要那么快去啊。乌干达为什么把我们的去旅游的人的护照扣了哈？然后呢，原机遣返，问外交部，外交部说可能跟那边在流行伊波拉病毒，所以呢，我们对于乌干达人到台湾来可能有各种限制，可能不给他来了，或者各种麻烦啊，检查一大堆，所以人家一定回去反映，说台湾对我们不友善，所以呢，现在乌干达对我们也不友善啊。那另外呢，业者是说，旅行业者啦，说不是政治因素啦，不是中国啦，不是这样了哈。那乌干达有什么哈？银背大猩猩，哦，很著名的哈。还有呢，狮子在树上睡觉，看到没有？狮子一般很少看，你看过狮子在树上睡觉吗？一群狮子在树上哦，一个树上面睡几十只狮子哦，哦，还有维多利亚湖哦，等等等等啊。然后呢，赤道在那边，赤道经过那个地方哦。那所以呢，我今年也有10大旅游景点哦，被称为东方明珠哦，所以台湾人的脚步其实也蛮广的啦。乌干达去的人也不少，不过我没去过。摩洛哥我是去过，摩洛哥现在不给你签证了嘛？原来到日本，现在到日本都不给你签证。哦，摩洛哥这个 Marrakesh 是很有名的地方啊、哦，反正都有各个有特色的，否则干嘛台湾人要千里迢迢跑那边去嘛？好，我们看一下。持续来关注，外交部接获国人在乌干达的机场遭到当地的移民官员扣留护照，并且拒绝入境，甚至遣返回国。而根据外交部的了解，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原因与我国为因应伊波拉疫情升温，在今年的6月2号开始暂缓核发乌干达的签证，以及暂缓该国人民入境有关。而我国驻索马利亚代表处将持续就签证的问题跟乌干达联系交涉，并且提供受到影响的国人必要的关怀跟协助。而外交部也提醒国人，近期如果有前往乌干达的必要，应该审慎评估可能的风险。大伟，你去过没有？没有去过，因为要飞很久，大概飞还要转机啊，超过20个小时，还要转，很可怕的哈。那看起来都好漂亮，好漂亮哦！是东非或者是非洲的民族这么多，所以我告诉你，能够去的哦，尽早去了。对。否则好几个地方现在都不能去了，原来去都不能去，要不然就说原来哈可以让你摸这个哈抱那个，现在都不行了，哦，比如可以沿抱无尾熊啊，现在不给你抱了，哦，以前这个可以爬什么塔啦，现在不给你爬了，都有，所以真的，要不然就是战乱，哦，就变成，要不然就是政治因素。现在这样子哦，这个当然外面外交部一定讲说啊，这是中国大陆的那个打压啦，因为它实施一种原则啦，所以什么之类的。我是觉得外交部这件事情非常混，而且是马后炮讲一堆，完全不负责任。请问外交部可不可以透过交通部或者直接告诉航空公司，你要去乌干达的话，要想清楚，你可能会被拒绝入境。乌干达对台湾这样旅游团整机遣返，这非常恶劣的动作哎，这么不友善，不把台湾人的旅游团这样洗脸。洗到这种程度，然后外交部什么反应呢？软趴趴的、啊，没有什么、啊。那外交部事先又没有做好预防，照理讲他应该掌握到了嘛，掌握到说可能去不了，不是里面只有1个2个，是整个团都去不了。他可以告诉旅行社，你在check in的时候，航空公司就可以告诉他。我想每个人都出过国都知道，我们到哪个地方去啊？你到美国去，到欧洲去，这个航空公司一定要看你的签证嘛。哎，美国你有没有这个要 ESTA 哦，还能够上机了？要欧洲什么生根啊？哎，你有没有这个是签证，才让你可以才让你上飞机嘛？那这时候乌干达的时候，你只有这种情况，而且才发生过没多久，这是第2次发生的，怎么会一点什么动作都没有？让我们的旅行团这样去，然后原机遣还回来，这多丢脸啊！这种东西。好吧，为什么外交部是说了6月2号开始
我们暂缓核发乌干达人士签证，不给他签证哦。那同时也暂停乌干达的公民入境，不给你签证，也不给你入境啊。所以因为是我们先嘛，啊，那我们现在就讲到人家也可能会报复啊，对不对？人家觉得你这什么意思啊？哦，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有伊波拉病毒啊。那如果每个人都有伊波拉，去死光光了，伊波拉病毒死亡率是很高的，所以表示很多人并没有嘛。有的只是少数嘛，而且我们能出国的，可能都还算是高端人士啊，你都不给我们去啊，不给我们进啊，变成这样嘛？来，宜信。这个新闻稿你一看啊，它有个字啊，叫做“疑”，与伊波拉入境限制有关，所以外交部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他怀疑而已啊。那今天为什么外交部对于乌干达的这个事情啊，他这么样子沟通困难？其实大家不知道，其实非洲啊，老实说，我们赖清德总统不是才去到非洲吗？去到伊斯瓦蒂尼啊。那事实上啊，我们跟非洲的关系这些年其实普遍状况很糟，尤其是刚才讲。我们透过乌干达要来处理，是透过索马利兰的这个办事处，但是呢，索马利兰老实说，它跟索马利亚不一样索马利兰跟索马利亚它里面有冲突的呀，所以说在这个议题上面，索马利兰跟乌干达是不搭嘎的。如果你今天我们不是透过索马利兰，而是索马利亚跟乌干达还比较好。所以今天乌干达跟索马利亚好，你现在找索马利兰的办事处去处理，你不是请鬼拆药单吗？所以这个事情根本就代表外交部在状况外，他在非洲的整个布局都出问题，他今天没有办法帮我们解决乌干达的问题，他连乌干达为什么做这事情他都搞不清楚。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外交部不止在非洲，在各地都出现问题。你看现在看到在日本也出现问题啦，日本的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原爆的这个场子的出现，其实不是赖清德政府最喜欢标榜台日关系很好吗？那为什么接连出错呢？现在连出席的状况都不行呢？然后现在外交部上下到处黑函密件一大堆，我们最近通通都收到一大堆密件，说什么地方瑞士的日内瓦又出问题，所以现在这个民进党的外交部可以说现在上下乱七八糟，混乱成一团，造成的结果就是国人到。这个在外面都没有办法受到保障，在乌干达都会被他们赶回来。嘉宇，我觉得当然我们要先了解到底原因是什么，因为刚刚讲其实我们在今年5月也曾经针对刚果还有乌干达主要伊波拉病毒的问题，然后以这个限制他们的入境，所以这后面是不是有连锁的反应？当然我觉得要去了解。那当然，我觉得中国当然一步一步的，不管是从外交层面，或者是在我们对台湾的一些去中国的这些，不管是年轻人啊、学子用各种层面在影响台湾，那一步一步的限缩，或是一步一步的去影响，那这些也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压力跟挑战。所以对于台湾来讲，我们都知道，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护照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好用的可以走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这个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讲，或者很多国家来讲，都还没有办法到这个程度，甚至对中国来讲，他也没有办法像台湾护照可以这个出入通行无阻。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当然乌干达的事件是一个个案，还是说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要先让国人先了解，而不是把它全部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认为说这件事情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应。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就是说中国对于台湾在不管是外交或是国际空间，或是国人是不是出国等等的这些，也在进行一步一步的限缩或打压。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关注，也必须要让民众知道的。否则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因为搞不清楚状况变成一个误解，或是对于国际上可能也会引起其他外交上的一些反应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外交部必须要去先了解清楚，才能让国人知道未来我们要去怎么因应的。就伊波拉病毒5月在刚果跟乌干达爆发，我刚查了一下死亡率50%，是蛮高的，一半死亡率50%。如果得这个病的话了那去看，人家都说肉国无外交，我们中华民国不算肉刚刚嘉义还特别在讲，我们现在很多国家都给我们免签那时候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那时候两岸是很多是平和的，在马英九时代，很多国家给我们免签，所以我们走出去你要去旅游都非常方便的。所以今天讨论这个事情，我要特别提醒一个点，这个事情最需要负责任就是外交部的。你现在发表一个声明，到现在你还搞不清楚，你有2个很严重的失职。第一个，你们现在不准乌干达了，你不准他来，对不对？那人家当然可能就是
你不给人家打，人家不让你去嘛。那更严重是后面这个，你一个飞机整部飞机出去，整个被延机遣返，不让你入境，那这个外交部之前完全没有信息吗？那发生之后，你到底处理的方式怎么样？你到现在只给我们一个疑问句吗？这就是外交部荒腔走板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应该去追的是外交部的责任。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既让我们国人可以常常出国去旅游，完全没有这个顾虑的话，两岸关系平和一点点啊。现在一方面是当然你也可以去抗议说中国那边打压我们，可是因为中国它有所谓的它的一中的这个原则嘛，弄到后来现在以后再这样下去，很多国家你真的要去也去不了。不，以前因为马英九是外交休兵嘛，现在外交休兵，彼此就你不要搞我，我也不要搞你嘛，所以那个时候才这个在外交上几乎没有丢掉一个邦交国嘛，没有嘛，冈比亚最后，冈比亚那是不是我们的原因，对，那是另外的，跟这个无关哈，而且事实上在任内也并没有发生嘛，在最后才发生的哈，所以基本上当然其实外交休兵只是一个休兵了，我们其实希望从外交休兵变成两岸休兵了，你战争也不要有嘛。对不对？你通通不要有，这个才符合这个全民的利益嘛。你现在变成说两岸紧张，外交也关系也紧张，动辄可能会这个发生问题了。来，这个汉庭。刚才其实嘉义委员正好讲了2个点，而2个点就正好证明了当今外交部可能产生的盲点跟思维。第一，嘉义委员说中华民国护照很棒，前面也说了，那是因为马英九时期两岸关系好，免签的地方最多。而第2个就是一种动不动就要怪罪到中国大陆，就会产生了外交部的思维跟盲点。就凡是任何事情，以前任何的风吹草动，最熟悉的标准答案就叫做中国打压啊，肯亚出事怪中国大陆，国际场合受阻也怪中国大陆。但是在这一次呢，突然发现，好像没有办法填中国大陆这个答案了。当没有办法填答案的时候，外交部就瞬间不会考试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过去太习惯养成一种凡事推大陆，结果这一次跟大陆无关，结果外交部彻底失能。目前为止，到底是因为病毒的关系，还是什么其他的缘故，都不知道。这不就是因为过去完全已经丧失了外交的基本能力吗？好吧，日本到底怎么回事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大家都知道二战的时候呢，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2颗，他们叫做实验型的原子弹，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啊。就广岛一下来1颗，当时广岛死了多少人吗？10万人，1颗弹10万人，长崎也差不多了，所以日本一看吓死了，我这打下去还得了吗？而且这什么东西搞不清楚啊，所以呢，这个，但日本人从此二战就结束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但从此日本人对原子弹、核子弹很敏感，所以他们有非核3原则嘛，那所以呢，每年都会举办广岛、长崎都会举办原爆的纪念典礼，死难人那么多而且呢，大家要记住和平的重要那这个我们驻日代表李义洋，广岛他去了，广岛就前2天去了，长崎呢，昨天呢，他抗议。拒绝出席那说日本矮化我们，但是呢，抗议跟日本抗议，他不是，他跟中国大陆抗议说遗憾沦为中国法律的这个工具，法律战的工具所以因为我们在长岛的和平典礼呢被矮化国格我本来一看说，能够争国格都好，我本来就李义洋这有 guts， 可是我看到内容有点怪而且呢，外交部也出来否认，那真奇了怪了。我们驻外代表怎么跟外交部立场不一致？这很奇怪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先一个看那李义洋说日本长期矮化了我们，所以呢缺席原爆的典礼。长崎市也很在意日本人很在意台湾的反应的，因为观光客那么多。他说作为跟去年一样那去年都没抗议去年不是也在这里吗？对不对？没有变那这我就好奇，那去年照理讲去年就应该抗议外交部说不但跟去年一样。跟去年比呢，已经进步了，而且呢，他现在是这样使节有一个区使节团，那我们的代表位置在使节团的邻街，因为使节团那个区的座位有限，就邻街，而且中间没有区隔，
没有隔说这是使节哈，然后一个隔起来，这是非使节，所以你也可以把它视成使节团的延续，看你怎么看了哈。而且呢，跟各国使节都佩戴相同的胸花哦。那另外呢，在会场跟日本的政要还有各国使节自然的互动，所以安排比去年去年搞不好还没这样哦，搞不好使节团有胸花，他们还没胸花，或是不能在会场大家这样互相这个打招呼来打招呼去，所以外交部说是有进步啊，那怎么回事？哦，那学者是说日本对台湾的这个态度呢转趋谨慎了。那民进党说呢，台日的情谊不应该受到中国的挑拨，中国是有很多时候在国际上打压我们哦，这点平常讲我们也很不爽。那这件事情好像根本无关，这不是他打压你啊，去年位置也是这样啊，那今年也是这样啊，那你现在去骂中国挑拨也很奇怪，那到底怎么回事？哦，到底搞清楚没搞清楚？我看外交部现在可能搞不太清楚。那国民党的这个牛许婷委员呢是说，处理的层级要正确了，哦，所以到底层级是怎么样，谁在处理哦？那另外呢，也有媒体是说，这个中国、日本、台湾哦原爆级的敏感关系，像原子弹、核子弹爆炸一样的关系，本来就很敏感。那为什么李义洋在这个时候要引爆？大家也在猜，我们看一下。长崎市原子弹爆炸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罹难者致以深切哀悼。这场典礼，驻日的各国使节也都受邀。但是我国驻日代表李义洋事后却罕见言辞发文向日方抗议，控诉日本刻意矮化。因为8月9日这场长崎原爆纪念典礼主要分为特别来宾席，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各国驻日大使。原本李义洋也预期能坐在这里，但最后却被排在国际 NGO 区，因此李义洋以缺席表达抗议，并降级，改派福冈分处长陈明俊出席，更发文写下这可能让台湾沦为对岸宣称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律工具，痛斥长崎市府屈从对岸意志，损害台湾尊严。公开的一个抗议或表达，我觉得是适当的。痛斥日本不再迎媚迎贺，最直接的对照组就是去年同样场合，李义洋被排在 NGO 区，他照常参与，换到今年被排在 NGO 区就以缺席抗议。在党的解读是住处有意试探日方跟台湾的亲疏远近。尊重驻日代表处，尊重李大使的决定，真正在扩张核武的正是中国。绿营仍把矛头对准中共，但长崎市府则说是因为特别来宾席座位数量有限，对台湾的座位并不存在刻意降低层级的意图，最后外交部帮忙还价。我方座位区域临接使节团区未受到区隔，相关的安排较去年也有进步。不拘泥于座位，在驻日代表的强烈抗议之后，外交部的这番补充格外耐人寻味。来去看，国际叫比拳头啦。外交本来就是非常现实的，你看李义洋这样抗议，结果你看长崎市他怎么回答？我就回答2个重点嘛。第一个，你那个叫做海外席啦，那其他那些国家的人家叫什么特别贵宾席，就是很清楚跟你讲，你就是海外席，很清楚。第一个讲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更直接了，你鼓你的是安那样嘛，他没有特别去你抗议，人家就跟你讲。冷淡淡的，就是一个解释，这个就是国际的这个关系。你跟日本可以非常好。2011年那个311的那个大地震，大家知道我们捐给日本多少钱？全世界排名第一的，67亿，那到7亿200亿的这个日元哎。前几天那个熊本那个大地震，你看我们第一时间有多少人去捐钱？当然台日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是台湾民众跟日本。民间的这个交往真的很好，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政治还是现实的。当你开始有一部分的这个冲突的时候，你说日本它跟中国大陆那边必须维持它一定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当你开始有冲突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做某部分的这个选择。最明显的，你看高市早苗，高市早苗一开始他讲什么？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就你看他修正到现在，他的民调最近掉得一塌糊涂。所以他开始，包括他内部有压力，特别是经济上面的有很多压力。他跟中国大陆必须维持一定的关系。你在台湾本来你就会受到某部分政治现实的影响，所以我觉得现在也不是自怨自艾啦，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目前的处境就是这样子，我们把自己的国内顾好，
可是相对在整个国际关系里面，不要每次都是一厢情愿啊，说自己一定跟日本是多好多好多好。重点是什么？我们跟日本人可以好，可是国际现实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每次如果是在整个东亚关系有一些重大巨变，他们必须要选择的时候，我们不要每次只是在抗中保台，可能在台湾可以在台湾内部可以用，可是你对南韩、对日本就不见得行得通的。我觉得这是李义洋这个事情，老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要从里面去得到说为什么人家回你回的这么冷。第二个，到目前为止，时间没有多久，高市长上来才多久？你看那关系已经剧烈的这个变化，我觉得我们自己要扪心自从里面得到很重要的教训。李义洋的说法和外交部自相矛盾，前者说是对岸的错，外交部说相比去年有进步，所以是对岸帮助我们进步喽。好，但在这里炒对岸打压是枝微末节，甚至是颠倒黑白。真正荒谬的不是被排到后面。去年8月，长崎市长铃木史郎说，台湾为什么能参加呢？是台湾主动提出，希望以台湾被爆者的代表身份参加。中华民国代表竟然自己以台湾被爆者的代表名义挤进去，这才是最荒谬可耻的地方。广岛、长崎为什么遭原子弹轰炸？因为它是侵略国嘛。中华民国作为付出数千万居民的生命作为代价，是二战的胜利国，在历史、道德与法律定位上是正义与胜利的一方。美国、英国这个场合根本不派大使，都是降级派员呢，绝对不会以什么受害者或向日本道歉的这种心态参加。民进党派人参加，甚至因为他觉得自己座位不够前面，然后来抗议，这完全是敌我分际模糊、自降国格的表现啊！所以真正应该要问李义洋的是，你代表的是哪一个国家？如果你代表的是中华民国，那你背后承接的国家历史就是8年抗战、接受日本投降、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中华民国啊！结果今天中华民国的驻日代表为了参加日本的原子弹的追悼典礼，你不是以二战盟国中华民国的身份出现，你是成为什么台湾被爆者的代表身份出现，这才是自降国格跟自我矮化。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要去中华民国史观的台独跟去中国化，割裂中华民国光复台湾的历史。你不去向日本追讨当初二战时期台湾受迫害，反而以我们都是共同的殖民地受害者的地位，然后呢要去安慰什么日本的核爆亡灵。这根本就是认贼作父，扭曲历史的真相。结果呢，就是日本外交无情的现实打脸。民进党再怎么媚日跟舔日，连一个正式的座位都换不到。日本为什么今年不高兴？其实也是因为卓荣泰看棒球的事件，让日本非常不爽。杨照的一本新书呢，在谈整个中国史啊，他这个最后有提到台湾的角色跟地位，就是当美国投了原子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候，台湾跟日本一样是战败的。但是当中华民国这个把台湾拿回去以后，有没有？就日本把台湾还给中华民国，台湾跟中华民国站在一起是战胜国，就历史马上翻转。所以就在那个之前是战败啊，因为你是日本殖民地嘛，跟日本一起。然后呢，被日本的什么南进基地。但是当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台湾归还中华民国，台湾就变中华民国一部分，就变成战胜国。历史上是很大的改变。那民进党现在心态到底是怎样？你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我觉得这个，而且事实上，日本人根本管你怎么想，对不对？日本就是这样子嘛。他说去年我就是这样啊，那去年你没抗议啊，那今年你抗什么议呢？那我们外交部更绝，说这个李义洋，外交部跟李义洋应该是同一个立场才对啊。他说他也不懂，那李义洋做这个事没有事先跟外交部报吧？应该要报才对啊。对吧？你不能自己去干，外交部不知道啊，不可以这样子吧？外交官可以这样干吗？外交部多奇怪的，说我们现在今年待遇比去年还好，那怎么你怎么缺席呢？还抗议呢？到底怎么回事呢？我认为啊，我的解读是别忘了，总统的职权按照我们的宪法是国防、外交、两岸，所以外交基本上总统可以直接下令的。特别是等于是驻日大使，李义洋等于是我们的驻日大使。虽然说讲这个官方讲说是也是代表，可是大家都说是大使。那大使基本上来讲，总统可以直接指挥的。那现在你看到他做的跟外交部不同调，那就很清楚啦。总统府有介入嘛？总统府叫他这样做的啊。那为什么这样做？去年也这样子，今年跟去年人家讲说外交部还说还比较好嘞。
那为什么今年他在脸书他不去，还在脸书讲，脸书是给谁看的？给台湾人看的啊，对不对？那就是什么东西出口转内销啊？去年没有选举，今年有选举，就到底是冲着选举，所以我认为他是接受总统府那边的指挥，不一定是赖清德直接下令，最少是赖清德旁边的人有跟他讲这个动作要做，然后写个脸书，然后发来出口转内销，然后说是中共打压，就抗中保台的加强版，就这个样子啊。其实我非常同意这个汉尼兄刚刚所提到的啦，这个卓荣泰那个事情啊，这个时候就使我想到我第一次当国大的时候，跟前夫去见到日本的交通部长、经济部长啊，但是前夫就教他一句话，他说我们绝对不能讲，不能讲，对啊，不能讲。因为前夫是国大议长啊，他说他以前是外交才子，他说不讲，我未来还可以继续见部长，一讲就都没有了。左龙他就犯这个错嘛，就被人说哇他不得了，去那里能够到这个日本境内去，然后在那里这样秀这样子，所以很清楚来看今天的李英阳这个动作，我认为有总统府的人去指导他要做什么事，选举要用了。这非常重要的。来，总统府做过发言人，那宜信怎么看？其实九州跟台湾应该要关系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才在熊本这个地方投资这么多啊，很多钱哦。哎，对，然后地震的时候，我们这一次又捐款很多，他们有很多人在感谢台湾了。所以为什么现在反而长崎这个地方算是九州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反而对我们的态度如此差？我觉得刚才这个汉庭也好，我们赖世宝兄讲到这个台日关系，其实我也观察到，从这个卓荣泰那时候去看棒球之后，我就觉得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好像彼此之间两边要怎么样子来做接触就发现有了问题。我觉得就是这个想要打擦边球打出问题来，就是对方可能想要给你一个空间，譬如说像过去赖清德那个时候不就到了安倍的家祭吗？这个就是给你方便。那你如果低调，他会未来还有给你机会；你一高调，那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他以后他也不敢。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台日关系是不是变化，是我们现在大家在看的重点。那这一次你说李应阳，我觉得他有点过度反应。为什么？如果不是国内有这个政治的需要，希望创造这种抗中的新闻或许他不需要这么做。否则这其实是一个机会。为什么？在长期的机会比在广岛好。因为在广岛，你虽然坐在这个使节区，但是你并没有接近高市的机会。而这一次，你虽然在长崎，我听说他那个位置是没有隔开来的，所以你可能可以怎么样挨着，就跟高市，对。他有说长崎说可以走动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外交官，拼外交很困难，你应该找尽机会要去跟日本首相拍张照，跟他表示一下台湾人的慰问、关心，这个都很好啊。你为什么放弃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李义阳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不是以一个外交官的角度在思考，他真的可能就是以他国内选群如何在这个炒热的这个仇中的情绪来做思考，这样是一个不合格的外交官。有可能是他直接受赖清德指挥摆脱外交部吗？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你今天大使一通电话，经常就来自于总统府陈峰的电话，所以外交部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很奇怪，就是了。休息再回来。看一下这个新闻